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2025电视剧品质盛典，李沁荣膺年度品质创造力巨星殊荣。在璀璨夺目的2025年电视剧品质盛典上，一颗演艺界的璀璨之星再次闪耀于众人眼前。凭借在热门古装剧《庆余年》中的精湛演技和深入人心的角色塑造，李沁荣膺年度品质创造力巨星这一殊荣，为他的演艺生涯再添辉煌一笔。盛典之夜，星光熠熠，众多影视界的精英汇聚一堂，共同见证这一荣耀时刻。李沁以一袭优雅的水墨风墨色长裙惊艳亮相，仿佛从古典画卷中走出的仙子，温婉而不失灵动，完美诠释了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。李沁在《庆余年》中的表现，她饰演的鸡腿姑娘林婉儿一角，以其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灵动的眼神，深深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。剧中，林婉儿不仅有着江南女子的温婉秀丽，更有着对爱情的执着与勇敢。李沁通过自己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精湛演技，将林婉儿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，让观众仿佛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、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。这一角色的成功塑造，不仅为《庆余年》增添了浓厚的情感色彩，也让李沁的演技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。此次荣获年度品质创造力巨星，无疑是对李沁多年来在演艺事业上不懈努力与卓越表现的高度认可。在领奖台上，李沁深情表示，能够获得这一殊荣，我感到无比的荣幸与感恩。感谢导演和剧组的每一位成员，是你们的辛勤付出和共同努力，才让我们有机会呈现出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。同时，也要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的粉丝和观众朋友们，是你们的爱与鼓励，让我有勇气去挑战更多不同的角色，去创造更多有品质的作品。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青年演员，李沁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，不断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演艺传奇。他用自己的实力和演技，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业界的认可。未来，相信他会继续带着更多的创造力，创造出更多有品质的角色，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。让我们共同期待李沁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越走越远，成为一颗更加璀璨的演艺之星。2. 李沁，国家秘密培育他9年，转身步入娱乐圈，背后原因引人深思。昆曲闺门旦传承人是李沁，20年仅出了这么一位闺门旦。采访里，昆曲老师这番话让初入娱乐圈的李沁陷入巨大争议。背负争议的他未退缩，在娱乐圈大放异彩。如今他能以演员身份自居，这一路着实不易。生于江苏昆山的李沁是地道的江南人，昆山乃中国昆曲发源地，昆曲文化浓郁，即便3、4岁孩童也能哼唱2句。在这般文化氛围中成长，李沁自幼便对昆曲兴趣浓厚。李沁容貌姣好，且颇具昆曲天赋，其父母怀揣培养孩子的想法，为他报了昆曲兴趣班。起初，父母只想借兴趣班陶冶他情操，并未打算让他以此为业。毕竟，在多数家长眼中，学生首要任务还是学习。故而，当李沁课业渐重后，母亲甚至动过让他暂停昆曲学习，专注学业的念头。可那时李沁练习昆曲已久，让他放弃，他着实不愿。故而，他向妈妈保证，练习昆曲绝不会影响学业。见女儿态度坚决，妈妈最终应允了他的请求，未强行要求他放弃唱戏。或许因曾有过母亲的阻拦，李沁对学习昆曲的机会愈发珍惜。在这方面，他颇具天赋，年少时便能参加各类昆曲比赛。他形象佳，气质好，唱功也不错，在各大比赛中屡获佳绩。正因如此，
父母愈发以学昆曲的女儿为傲，也不再强行干涉她的这一爱好。就这样，直至高中，李沁仍坚持昆曲学习。高中毕业后，李沁想在昆曲上更进一步，父母也支持他，于是报考了上海戏剧学院附属学校。那里有个著名的昆舞班，这个班级汇聚了全国有天赋的昆曲孩子。李沁凭借优秀天赋被分到这个班级，还引起老师重点关注。在那里，他学了10年昆曲，甚至有9年。鉴于校长和老师觉得李沁是闺门旦的好苗子，故而秘密培养了他9年。正如之前那位老师在采访中所言，昆曲的闺门旦行当要求极为严苛，20年才出了他这么一个。可想而知，学校的老师对他何等重视，那时一心要将他培养出来，甚至让他成为第5代杜丽娘。可以说，即便后来李沁没进娱乐圈，留在昆曲界发展，起点也已很高。命运无常，2008年，李沁迎来人生转折点。彼时，李少红导演为新《红楼梦》选角，薛宝钗扮演者久未确定。因《红楼梦》原著有昆曲影子，李少红便将选角目标定在昆曲班。当时，班里不少学生按导演要求试妆。李少红一眼看中兼具婉约与大气气质的李沁，听闻李少红选中了他们的种子选手，学校起初是不愿的，甚至不想让李沁出去演戏。李沁同样如此，他不想把学习时间浪费在看似与自己无关的表演上。李少红导演并不想放弃，直接把剧本给了李沁，还告诉他剧本里有不少昆曲片段。要知道，李少红导演凭借《橘子红了》这部佳作，已成为国内外知名大导演。这样一个有身份的人，如此诚意的三顾茅庐邀自己表演，李沁感触很深。而且他看到剧本中确实有很多昆曲元素，便心动了，于是接受了邀请。做出这个决定后，李沁定会全力以赴。况且整个剧组非科班出身的演员寥寥无几，李沁本就与他人差距较大，不愿被人看轻的他，变得更加努力。在这一来二去中，李沁渐渐尝到了表演的乐趣。在红楼剧组一待就是4年，回归学校后，他做出了一个十分突然的决定，放弃昆曲，投身表演。起初，老师们以为李沁只是被娱乐圈的浮华吸引，才不愿留在沉闷的昆曲界。但后来深入交谈后，他们发现他的决定绝非一时冲动。李沁为拍《红楼梦》休学4年，虽拍戏间隙他会回校复习昆曲基础，但这4年落下的功课实在太多。像昆曲这类技艺，一旦停歇，再想重拾，着实太难。李沁发觉自己已难找回往日状态，连基本功都退步许多，才做出这般艰难决定。在昆曲上进步渐难，而在演戏方面，李沁却凭借《红楼梦》荣获最佳新人奖。如此高的起点，让李沁实在难以割舍。了解李沁想法后，老师含泪放弃这位种子选手，只能祝愿他在娱乐圈发光发热。李沁也没辜负老师的期许，拍戏后一直努力钻研演技。他虽非科班出身，但多年研习戏曲赋予他诸多演员所无的特质。戏曲演员对眼神要求严苛，致使李沁在多部电视剧拍摄中演技出众，能在戏曲界崭露头角，足证李沁绝非平凡之辈。入圈不久，李沁便凭借《楚乔传》中女2号一角成功出圈。剧中经历人生重大挫折后的那场哭戏，令人动容。此后《庆余年》里的鸡腿姑娘，让她彻底走红。或许对李沁而言，无论是追随兴趣还是投身演艺，未来皆光明。而如今他能选自己所爱之路坚定前行，已属不易。